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大陆女网红带着满满的优越感来台湾，结果看到姐夫家的房产后彻底沉默了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说实在的挺有代表性的，也反映了一些大陆同胞对台湾的误解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位台湾朋友阿杰，她妹妹嫁到了大陆。前段时间，妹妹和她的闺蜜一位在抖音上小有名气的网红要回台湾游玩，顺便看看阿杰的新房。这位网红叫小文，在大陆某2线城市生活，平时喜欢在抖音上分享自己的穿搭和日常。因为颜值高，又会拍视频，所以粉丝有20多万。小文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生活在大陆是多么的幸福，觉得台湾那边肯定比不上大陆的繁华和发达。哎呀，我听说台湾那边的房子都很老旧，是不是真的啊？在来台湾之前，小文就这样问阿杰的妹妹。阿杰妹妹笑笑说，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小文还在抖音上发了一条视频，说要去台湾旅游，顺便看看台湾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。他觉得肯定比不上自己所在的城市。视频下面一堆粉丝留言说，台湾那边基础设施落后，听说台湾人均收入不高，台湾经济都停滞多少年了。小文看到这些评论，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了。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，小文和阿杰妹妹一起飞到了台北。刚下飞机，小文就开始拍视频。大家好呀，我已经到台北了，机场看起来还可以，不过比我们这边的新机场还是差一点。从机场到台北市区的路上，小文一直在观察周围的环境。说实话，他有点失望，因为路上的景象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他以为会看到很多落后的景象，但实际上，台北的道路宽敞整洁，绿化做得也很好。这边的路怎么这么好走啊？我以为会很拥堵呢。小文有点疑惑地说，台北的交通规划做得不错的，而且公共交通很发达，很多人选择搭乘捷运。阿杰妹妹解释道，到了台北市区，小文更加吃惊了，街道整洁，商场林立，各种国际大牌的门店比比皆是，这怎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？小文小声嘀咕，你之前想象的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阿杰妹妹笑着问，就是可能没有这么现代化吧。小文有点尴尬地说。阿杰妹妹带着小文先去了自己台北的家，这是一套位于信义区的公寓，虽然面积不是特别大，但是装修精致，家具都是简约风格，看起来很有品味。哇，你家装修的真不错，小文由衷的赞美道。谢谢，这边的房子虽然贵，但是我们注重生活品质，宁愿房子小一点，也要住得舒适。阿杰妹妹说。第二天，阿杰妹妹带小文去逛了台北101大楼和周边的商场，高耸入云的大楼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这一切都让小文感到惊讶。这边的东西好贵啊！小文看着价格牌惊呼，是啊，但是台湾的收入水平也比较高，所以大家消费得起。阿杰妹妹解释道，而且这边的品质保证做得很好，你买到的东西一定是正品。逛完商场，他们去了一家网红咖啡厅，咖啡厅的装修很有特色，墙上挂满了复古的照片，服务员都穿着制服，态度非常亲切。这家咖啡厅也太可爱了吧，感觉比我们那边的网红店还要精致。小文拿出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，准备发抖音。台湾的咖啡文化很发达，很多年轻人喜欢在咖啡厅工作或者社交。阿杰妹妹说，这边的服务业特别注重细节和顾客体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文跟着阿杰妹妹游览了台北的各个景点，逛了夜市，吃了各种台湾特色美食。每到一个地方，她都会拍视频发到抖音上。但是她发现自己之前那种优越感渐渐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台湾这个地方的新认识。台湾的物价确实比大陆高，但是商品的品质和服务也相对更好。街道虽然可能没有大陆的城市那么宽敞，但是干净整洁，而且充满了人情味。人们的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，但是生活品质却很高。第5天，阿杰约他们去他的新家做客。阿杰最近刚买了一套房子，在台北市近郊的一个小区里。我哥的房子超棒的，你一定会喜欢。阿杰妹妹对小文说。小文心想，台北近郊的房子能好到哪里去呢？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户型吧。
但是当他真正看到阿杰的房子时，他彻底震惊了。这是一栋独栋的别墅，带着一个精心设计的小花园，房子外观现代简约，内部装修更是令人惊叹。客厅宽敞明亮，落地窗外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色，家具都是进口的知名品牌，厨房的设备也是最先进的。最让小文吃惊的是，房子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影音室和健身房。这是你自己买的房子吗？小文结结巴巴地问阿杰。对啊，虽然花了我不少积蓄，不过值得。阿杰笑着说，在台湾，我们很注重居住环境，宁可少买一些奢侈品，也要把家弄得舒适一点。小文有点坐不住了，他悄悄问阿杰妹妹，你哥哥做什么工作啊？这房子得多少钱啊？我哥是做科技行业的。这房子吗？阿杰妹妹凑到小文耳边，悄悄告诉了他一个数字。小文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个价格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。如果换算成人民币，那在大陆的一线城市，可能都只能买一个普通的小户型。我以为台湾的房价不会这么高。小文喃喃自语，台北的房价一直都不低啊，尤其是好一点的地段。阿杰妹妹说，不过台湾人的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，而且银行的贷款政策比较友好，所以还是有不少人能买得起房子的。晚餐时，阿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，有台湾本地的特色菜，也有一些创新的 fusion 菜式。哇，你还会做饭啊？小文惊讶地问。在台湾，很多男生都会做饭的，这没什么特别的。阿杰笑着说，而且做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可以减压。饭桌上，阿杰聊起了他的工作和生活。原来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平时工作虽然忙碌，但是公司提供的福利很好，每年都有带薪假期，可以出国旅游。而且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非常完善，看病很方便，费用也不高。这边的生活节奏比较慢，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高。阿杰说，我每天下班后还有时间运动、看书、做饭，周末可以和朋友一起爬山或者去海边，真的很享受这样的生活。小文听着，突然觉得有点羡慕。在大陆的二线城市，他虽然是网红，收入不错，但是生活总是很紧张，每天都要想着如何拍新的视频，如何吸引更多的粉丝，根本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。你们台湾人真的很会生活啊。小文由衷地说，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。阿杰笑着说，晚饭后，阿杰开车带他们去了附近的一个夜市。和台北市区的夜市不同，这个夜市更加本土化，游客也少了很多，各种台湾小吃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，摊贩们热情地吆喝着，路边还有一些街头艺人在表演。台湾的夜市文化真的很有特色啊，小文感叹道。虽然可能没有大陆的商场那么高大上，但是更有生活气息，更接地气。是啊，这就是台湾的魅力所在。阿杰妹妹说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高大上才好，有时候简单质朴的东西反而更能打动人心。回到阿杰家，小文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台北的夜景，陷入了沉思。这次台湾之行彻底改变了他对台湾的认识。他原本以为台湾是一个经济落后、基础设施差的地方，但事实证明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低，尤其是在生活品质方面，甚至超过了大陆的许多城市。台湾的 GDP 虽然比不上大陆，但人均 GDP 却相当可观。台湾人注重生活品质，追求的不是表面的奢华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。无论是食物的安全、环境的整洁、服务的态度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，台湾都做得很好。小文想起自己在抖音上发的那些视频，觉得有点惭愧。他决定拍一个新的视频，真实的记录自己在台湾的所见所闻，打破大陆人对台湾的误解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文起床后就开始拍摄新的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文，现在我正在台湾。这几天的台湾之行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台湾的看法。台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，相反，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发达。小文用镜头记录下台北街头的景象，干净的街道、有序的交通、礼貌的行人、精致的店铺。他还拍摄了阿杰的家，当然事先获得了阿杰的同意。这是我朋友的家，一套独栋别墅，装修非常精致。台湾人非常注重生活品质，他们宁愿房子小一点，也要住得舒适。
小文还特意去了一家台湾的超市，拍摄了商品的价格和种类。台湾的物价确实比大陆高，但是商品的质量和服务也更好，而且台湾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，所以大家的购买力还是不错的。视频最后，小文说，通过这次台湾之行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要轻易评判一个不了解的地方。台湾和大陆各有优势，我们应该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希望未来两岸的交流能够更加频繁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彼此。小文发布了这个视频后，没想到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视频的点赞量迅速攀升，评论区也热闹非凡。有人感谢他带来了真实的台湾印象，也有人质疑他是不是被洗脑了，还有人说他是在数典忘祖。呜呜呜，这评论区也太热闹了吧！小文看着手机，有点手足无措。阿杰妹妹安慰他说，不要在意那些负面评论，你只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，这没什么错。确实，小文只是如实的分享了自己在台湾的所见所闻，并没有刻意美化或者丑化任何一方。他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，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台湾。在台湾的最后一天，阿杰提议带他们去台北郊外的阳明山游玩。阳明山的风景很美，而且那里有温泉，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阿杰说。小文欣然同意。在前往阳明山的路上，他看到了更多台湾乡村的风景。与台北市区的现代化不同，乡村保留了更多传统的元素，但是基础设施依然完善，道路平整，村落整洁。台湾的乡村建设也做得不错啊。小文感叹道。台湾很注重均衡发展，不会只顾着大城市而忽视乡村。阿杰解释道，而且台湾的面积不大，交通便利，所以乡村的生活条件也相对较好。到了阳明山，小文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，山上植被茂密，空气清新，还能看到远处的台北市区和海岸线。他们在山上的一家温泉旅馆住了一晚，体验了正宗的日式温泉，这简直太享受了。泡在温泉里，小文舒服地感叹道，在大陆，想要这种体验，可能要去很远的地方，或者付出很高的价格。台湾的地热资源丰富，温泉文化也很发达。阿杰说，很多台湾人周末就会来泡温泉，放松身心。晚上，他们在旅馆的餐厅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餐厅的食材全部来自当地的农场，新鲜健康。台湾的食品安全做得真好，吃东西完全不用担心。小文说，是啊，台湾非常重视食品安全，对农产品的检测也很严格。阿杰说，而且台湾人很讲究吃，所以餐饮业的水准普遍较高。吃完饭，他们坐在旅馆的露台上，看着满天的星星，聊起了两岸的差异。其实，两岸的差异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。阿杰说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有着相同的文化根源，只是因为历史原因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。是啊，我之前对台湾有很多误解，这次亲眼所见才发现，台湾在很多方面做得很好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小文说，大陆这些年的发展也很快，基础设施建设、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很令人印象深刻。阿杰也公正地评价道，两岸应该多交流，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小文点点头，心里感慨万分。这次台湾之行不仅让他看到了台湾的真实面貌，也让他对两岸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回到台北后，小文决定再拍一个视频，总结自己这次台湾之行的感受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文，今天是我在台湾的最后一天。这次台湾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和思考，我想分享几点自己的感受。第一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实不低，尤其是在民生方面。台北的市容整洁，商业繁荣，市民的生活品质普遍较高。台湾的 GDP 虽然比不上大陆，但人均 GDP 却相当可观。第二，台湾人非常注重生活品质，他们追求的不是表面的奢华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。无论是食物的安全、环境的整洁、服务的态度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，台湾都做得很好。第三，台湾的社会环境相对和谐，人们彬彬有礼，遵守公共秩序，社会治安良好，这些都是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方面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不要轻易评判一个不了解的地方。
台湾和大陆各有优势，我们应该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希望未来两岸的交流能够更加频繁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彼此，消除误解，增进感情。视频发出后再次引起了热议，但这一次支持他的声音明显增多了。很多人表示，通过他的视频对台湾有了新的认识，也打消了之前的一些误解。返回大陆后，小文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他不再只是分享穿搭和日常，而是开始关注更多社会话题，尤其是关于两岸交流的内容。他还计划再次访问台湾，去更多地方走走看看。几个月后，小文收到了一个惊喜，台湾的一家媒体想邀请他参加一个两岸青年交流的节目，分享他在台湾的经历和感受，这真是太棒了。小文兴奋地告诉阿杰妹妹这个消息，恭喜你！你可以借这个机会，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台湾，也让台湾人了解大陆的变化。阿杰妹妹鼓励她，小文欣然接受了邀请。在节目中，她坦诚地分享了自己最初对台湾的误解，以及通过实地考察后的新认识。她的真诚和坦率赢得了台湾观众的好感。节目播出后，小文的粉丝数量猛增，其中不少是来自台湾的网友。她成为了两岸交流的一个小小桥梁，通过自己的平台传递真实、客观的信息，促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。1年后，阿杰来大陆出差，小文热情地接待了他，带他参观了自己生活的城市。阿杰也像小文当初一样，对大陆的发展速度感到惊讶，没想到这边的变化这么大。阿杰感叹道：高铁、移动支付、电子商务这些方面，大陆确实走在了前面。是啊，大陆这些年发展很快，尤其是科技方面。小文骄傲地说，但是我们在民生、环保、社会和谐等方面还有很多向台湾学习的地方。小文带阿杰去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家咖啡厅，这是一家新开的店，装修风格有点像台湾的那些小店，简约而温馨。这家店是我受了台湾咖啡厅的启发，和朋友一起开的。小文解释道，我们希望能把台湾那种注重细节和服务的理念带到这里。阿杰品尝了咖啡，露出赞许的笑容，味道不错，很正宗的台湾风味。谢谢，我们还在学习中。小文谦虚地说，后来这家咖啡厅成了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小小平台。小文经常邀请来自台湾的朋友在这里举办讲座、展览或者交流会，让更多大陆年轻人了解台湾的文化和生活。2年后，小文再次去台湾，这次是受邀参加一个关于两岸社交媒体发展的论坛。在论坛上，他分享了自己作为网红的经历，以及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促进两岸交流的心得体会。会后，阿杰和他的妹妹请小文吃饭。席间，阿杰告诉小文，他最近打算在大陆开设一家分公司，希望能借此机会加深对大陆市场的了解。太好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，我在这边认识不少人，可以给你介绍。小文热情地说，谢谢，我可能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阿杰笑着说，对了，你最近怎么样？还在做网红吗？是啊，不过内容有所调整。小文说，现在我更多的分享一些有深度的内容，比如两岸青年的创业故事、文化差异等。粉丝数量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多，但是质量提高了，互动也更有意义。阿杰对小文的转变表示赞赏，这很好。社交媒体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，而不仅仅是娱乐和消遣。小文点点头，是啊，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平台，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台湾和大陆，消除误解，增进理解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。其实啊，两岸同胞之间的误解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。就像故事中的小文一样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，不了解现在台湾的发展状况。同样，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也有偏差，不知道大陆这些年的巨大变化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交流，更多的了解，才能消除误解，增进感情。希望未来两岸能有更多的往来，让我们的血脉亲情永远相连。感谢大家收听我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